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比亚迪与华为合作，华为将为比亚迪越野车提供自动驾驶系统。首款搭载华为智能驾驶系统的车型为比亚迪方舟宝8 SUV， 将于今年上市。下面这条，必和必拓对铜短期前景谨慎，但坚持广泛认同的观点，认为能源转型金属最终将面临严重短缺和大幅涨价。让我们关注。周二亚洲股市下跌，此前华尔街表现不一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攀升至历史新高，而大型科技公司则拉低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。让我们关注。四川高温导致电网压力增大，作物受损，最高电力需求创纪录，但由于今年降雨充足而维持稳定。高温还影响了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作物，未来10天将面临高达42摄氏度的极端高温，对作物构成威胁。接下来，网球界正面临困境，因为比克球，一种结合了网球和乒乓球的运动，在美国迅速发展，导致网球场被占用或替换。在美国网球协会 USTA 担心比克球可能超越网球的普及程度之际， USTA 推出了红球网球倡议，以在比克球场上推广网球。下面这条，因干旱和老化树木导致产量下降，印尼棕榈油收成前景暗淡，全球供应将收紧，价格将保持高位。接下来这条，加拿大零售商 Couche-Tard 的计划通过发债和寻求养老金股东融资来收购日本公司 Seven 与 I， 后者运营着超过85000家门店。Couche-Tard 的计划维持当地领导并投资业务。下面这条，中国经济低迷导致消费需求减弱，电商巨头拼多多业绩不佳，股价暴跌，这反映出中国消费市场面临挑战，包括消费者需求变化和经济增长放缓等。下面这条，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·扎克伯格指控，美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施压要求 Facebook 审查相关内容，并遗憾公司遵从了这些要求。接下来，华尔街对2025年的原油前景持悲观态度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下调预测，预计全球供应将增加，包括欧佩克加。两家银行目前预计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2025年均价低于每桶80美元，预计未来12个月原油市场供应过剩，价格将走低。接下来，7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创5个月来最快的速度，但低迷的国内需求令人质疑其韧性能否持续。让我们关注。美国商务部计划向惠普公司 HPQ 授予5000万美元，用于支持在俄勒冈州扩建和现代化现有工厂，以促进关键半导体技术的发展。接下来，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表示，波音管理层表现持续令人失望，737 MAX 飞机交付延期。尽管波音承诺年底提升产量，但瑞安航空认为波音的生产问题即将结束，但尚未得知 MAX 10的认证是否会按时进行。下面这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利率将下调，但强调通胀预期对美联储实现通胀目标至关重要。美联储关注核心通胀指标，但鲍威尔意识到汽油价格对公众通胀体验的影响。汽车行业向电气化转型尚未加速，而商用客户对电动汽车的采用速度高于个人消费者。最后一条，美股期货周二持平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寻求守住历史高位，因投资者在英伟达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收益报告前夕谨慎行事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